人生第一課，這世上最大的公平是所有人都會死。第二公平的是什麼都帶不走。人生第二課，能安穩的變老已經是天大的福氣了，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。人生第三課，別把計劃安排得太遠，殯儀館裡最不缺的就是遺憾。人生第四課，喜歡的衣服就要多穿，好用的東西就要多用，別把它們當寶。人走後，再好的東西都會進垃圾桶。人生第五課，不要讓分別教我們什麼是珍惜。人生第六課，如果活得不開心，那長命百歲就是最惡毒的詛咒。人生第七課，一定要健康，不要讓身邊的人因為你的離開都鬆一口氣。人生第八課，天大的事情在死亡面前都不值一提。人生第九課，人生指的是活着的過程，並不是結果。這9句話，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也沉默了很久，不是因為它有多深奧，而是因為它太真實了，真實到很多人明明聽懂了，卻不敢細想。我們一輩子都在忙，在爭，在攒，在忍，忙着掙錢，爭着面子，攒着東西，忍着委屈，總以為只要再努力一點，再熬久一点，人生就會圓滿。可是你停下來想一想，這9句話說得多對。你攒了一輩子的東西，一樣都帶不走。你爭了一輩子的面子，死了誰還記得？你忍了一輩子的委屈，到頭來委屈的還是自己。歡迎来到盧叔講經典，一句經典道盡人生，讀懂變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覺得自己活得太累了，但又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？你是不是也攒了一堆舍不得用的東西，最後都成了垃圾？你是不是也把計劃排到了10年後，卻忘了今天才是你真正擁有的？把你的真實想法打在評論區，盧叔陪你把人生這9堂課一堂一堂上完。佛經有云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減。一天過去了，你的命就少了一天。我們总觉得日子還長，總覺得以後還有時間。可是你看看殯儀館裡那些人，哪一個不是覺得日子還長？他們也有沒完成的計劃，也有沒實現的願望，也有沒說出口的話。可是沒機會了。殯儀館裡最不缺的就是遺憾，最不缺的就是來不及。你知道嗎？我們活反了。我們把最重要的東西當成最不重要的，把最不重要的東西当成最重要的。我們為了掙錢犧牲了健康，為了面子委屈了內心，為了攒東西錯過了享受，為了別人的眼光耽誤了自己的日子。等到老了，病了，快走了才後悔，那时已經來不及了。我們這一生很多時候都在為了各種事情拼命奔波，忙着賺錢，忙着比較，忙着證明自己，忙着追趕別人。可到後來才發現，很多曾經拼命想抓住的東西，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重要。真正重要的，反而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小事。是你今天過得開不開心？是你有沒有好好吃一頓飯，睡一個安穩覺？是你有沒有善待那個一直陪在你身邊的人？是你有沒有讓自己穿上喜歡的衣服，用上讓自己舒服的東西？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小，可它們才是真正組成生活的東西。一個人有沒有認真活着，不是看他擁有多少，而是看他有沒有好好感受自己的生活。第一課，這世上最大的公平是無論貧窮還是富有，最終每個人都會離開。第二個公平的是人走的時候什麼都帶不走。這2句話放在一起，不管你是億萬富翁還是街頭乞丐，不管你是高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，到了那一天，結果都一樣。你帶不走1分錢，帶不走1套房，带不走任何你攒了一輩子的東西。你光着身子來，光着身子走。中間這幾十年，我們拼命追逐，拼命爭取的很多東西，說到底都只是暫時陪我們走一段路而已。所以有時候想通了，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真的没必要太執着。你想想看，你為了一套房子背了30年貸款，為了還貸款拼命工作，熬夜加班，應酬喝酒。
身體垮了，孩子沒時間陪，夫妻感情淡了，好不容易把貸款還完了，你也老了，你住進了那個你用半輩子換來的房子，卻發現自己的身體和心境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能好好享受生活了。當然，不是說不能買房子，買房的時候，別因為一時衝動，給自己背上超出能力範圍的壓力，量力而為，適當休息，別為了大房子，把自己的身體和人生都透支了。你再想想，你喜歡的衣服捨不得穿，總想着等重要場合再穿；喜歡的東西捨不得用，總想着等以後再說。等到衣服過時了，等到東西停產了，等到身材变了，眼睛也看不清了，才突然發現，原來自己一直都沒真正享受過。第二課，能夠平平安安的变老，其實已經是一種天大的福气了。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慢慢老去。大家有没有看過那些年紀輕輕就沒了的人嗎？你有看過那些還沒來得及變老就走了的人嗎？你能安穩地活到今天，能變老，能長出白髮，能生出皺紋，這已經是天大的福氣了。人這一生啊，也不是一定等到老了才會離開，所以真正聰明的人不會總把快樂和生活留給以後，而是懂得珍惜眼前，認真過好當下的每一天。所以有時候想想，我們好像已經擁有了很多，還能吃飯，還能走路，還能陪家人說話，還能為生活煩惱，甚至還能抱怨，其實都代表着我們還好好活着。人一旦經歷的多了，就会發現真正值得感恩的從來不是多富有，而是還能平安健康的過日子。第三課，別總把人生安排得太遠，因為人生最大的遺憾往往不是沒賺到多少錢，而是很多想做的事還沒來得及去做。我們總喜歡對未来做計劃，等退休了就去旅游，等孩子大了就享清福，等有錢了就对自己好一點。你把所有美好的事都安排在了未来，可很多时候，未来会不会按計劃到來，並不是我們能決定的。你以為時間還有很多，於是不斷往後推。可人生最無常的地方就在於，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會先來。有些人昨天還在計劃明年，今天卻已經沒有機會了。那些沒說出口的話，沒去過的地方，沒陪夠的人，沒來得及開始的生活，最後都成了遺憾。所以人這一生啊，別總想着等以後。第四課，喜歡的東西別總捨不得用。你有沒有那種捨不得穿的鞋，捨不得背的包，捨不得用的碗？你把它們當寶貝一樣收着，怕弄髒了，怕磕壞了，怕用舊了。結果放着放着，東西舊了，自己也老了。很多東西最大的價值不是被收藏，而是曾经真正陪你生活过。人走以后，再貴的東西，再珍惜的收藏，對別人來說也未必有多重要。你小心翼翼留了一輩子的東西，最後可能只是被簡單整理、轉送，甚至丟掉。所以很多時候，人最可惜的不是東西沒了，而是自己活着的時候沒捨得讓自己好好享受。真正聰明的人不是拼命囤積，而是懂得在擁有的時候好好去感受、去使用、去生活。第五課，不要讓分別教會我們什麼是珍惜。很多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，總是在失去以後才知道珍惜。那個人在你身邊的時候，你嫌他嘮叨，嫌他煩，嫌他管太多。可等他真的離開了，你才發現，原來最關心你的人一直都是他。很多東西也是這樣，擁有的時候，你覺得普通，覺得平常，覺得不值錢。可等到失去了，才發現有些東西一旦錯過，就再也回不來了。人這一生啊，最遺憾的往往不是得不到，而是明明擁有過，卻沒有好好珍惜。可惜的是，人生中有很多分別都不會提前打招呼。有些人一轉身就是最後一面，有些話沒來得及說出口，就真的再也沒有機會了。所以別總想着以後，想關心的人就早點關心，想陪伴的人就多花一點時間，想表達的愛也別總藏在心裡，別等到沒機會了才後悔說要是能重來就好了。
第六課，如果活得不開心，那長命百歲就是最惡毒的詛咒。你想想看，一個人如果每天都活在壓抑、委屈和痛苦裡，就算活得再長，也未必是真正的幸福。天天被情緒折磨，長期焦慮、失眠、內耗，日子過得沒有一點輕鬆和快樂，那樣的人生活着比死了還難受。所以人生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壽命的長短，而是你活着的時候有沒有真正感受到快樂、安心和溫暖。一個活得開心、活得有滋味的人，即使歲月普通，人生也是值得的。可如果一個人長期活得痛苦，心裡沒有光，再長的日子也只是在熬日子罷了。所以別只羨慕別人長壽，真正值得羨慕的是一個人到了晚年，心裡依然平靜，臉上依然有笑容，生活裡依然還有熱愛。第七課，一定要健康，不要讓身邊的人因為你的離開都鬆一口氣。這句話有點狠，但盧叔一定要說。你有沒有見過那種人，活着的時候把全家人都折磨瘋了，脾氣大，要求多，不講理，動不動就發火，家裡人怕他，躲他，忍他，但一句怨言都不敢說。等到他走了，家裡人不是傷心，而是鬆了一口氣，心裡想着終於不用伺候了，不用挨罵了，終於可以喘口氣了。家人不是不愛他，而是長期活在壓抑和小心翼翼裡。真正讓人難過的不是一個人的離開，而是他活着的時候早已經把身邊的人消耗得筋疲力盡。所以人到後來會明白，一個人最重要的修養不只是能力，而是情緒。照顧好自己的健康，也管理好自己的脾气，別讓愛你的人長期活在壓抑和小心翼翼裡。第八課，天大的事情在死亡面前都不值一提。那些一时的爭吵、面子、輸贏，還有讓你耿耿於懷的事情，當真正面對生死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他們其實都只是人生裡的小插曲。很多人這一輩子耗費了太多時間和情緒在一些本來不值得的事情上，為了一句話生氣很久，為了一點委屈反覆折磨自己。可到後來才明白，人生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誰贏了誰對了，而是自己有沒有活得輕鬆一點，開心一點。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事情有多嚴重，而是我們自己一時放不下。當你把心放寬了，很多曾經過不去的坎也就沒那麼難過了。第九課，人生最重要的其實不是結果，而是你活着的過程。這是9堂課裡最重要的一堂。很多人這一輩子都太在意結果了，在意賺了多少錢，站到了什麼位置，別人怎麼看自己，孩子有沒有出人頭地。我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結果上，卻忘了過程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。人真正活過的其實是那些一路走来的过程。就像旅行，最珍貴的往往不只是到達目的地的那一刻，而是路上的風景，是陪你同行的人，是那些一起笑過、累過、經歷過的瞬間。你做一件事，最有價值的不是最後那個成果，而是你在這個過程中學到的東西，是你遇到的人，是你經歷的起伏。人生也是一樣，很多事情最後未必會留下什麼結果，但那個過程裡的感受、成長、回憶卻會真正留在你心裡。真正屬於你的是你認真活過的那些日子，是你愛過、哭過、笑過、感受過的一切。所以別只盯着結果看，抬頭看看沿路上的風景。別只想着以後怎麼樣，問問自己今天開不開心。別只為了將來活着，因為今天也是一段你以後再也回不來的時光。佛經有云，過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亦不可得。過去已經回不去，未來也還沒到。很多人總是在等以後有時間，等以後有條件，等以後再對自己好一點。可人生最容易錯過的，偏偏就是以後。所以別總是委屈自己，該穿就穿，該用就用，該笑就笑，該愛就愛。別總把快樂留到未来，因為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，現在就是最好的时候。如果你願意，可以把你的感受留在評論區。這9堂課裡，哪一句最戳中你？
又或者從今天開始，你最想改變什麼？最想學會好好珍惜什麼？人這一生真正重要的，不是活成別人眼裡的樣子，而是好好感受生活，好好享受人生的過程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歡迎訂閱盧叔講經典，並開啟小鈴鐺，讓經典的話在你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。用經典照見人心，用時間驗證智慧。我們下節課再見。